大家好，我是东宝贤威。今天我们来讲《一拳超人》最新的215话。消息灵通的各位啊，想必已经知道了。今天春田发布的重大消息啊，就是第3季的动画已经决定要制作了。对于那些一直在这抱怨为什么不做完版《一拳超人》动画的朋友们啊，我只想说，要想看到完版的动画，只有一种办法，那就是不断的殴打制作组，抓着心不甘情不愿的制作组的头啊，逼迫着他去做。如果他敢拒绝的话，就打到他服气为止啊！这样的话，不要说是动画了，就算是让春田女装啊，那也是办得到的哟。好了，说回正题啊，怪人协会的战斗呢已经是过去式了。这天呢，二郎又不知道在哪里发表他的那个绝对恶演讲了。不过他这次啊讲的倒是情真意切啊，把如今英雄协会暴露出的社会问题啊说的也是头头是道。可惜啊，二郎，你当下可是在警局里做笔录啊，你说的再好听也不顶用了。师傅邦古一拳就打断了二郎那和他自首内容完全无关的演讲啊！没有错啊，今天二郎是为了当初128话的时候他在快餐店吃霸王餐的事情来做笔录的。我依稀还记得啊，奇遇那天为了吃个薯条，差点都被二郎吓得尿裤子了。之后邦古交代到啊，二郎之前所犯下的罪行都处理的差不多了，唯一可惜的是，即便二郎已经进过局子了，他的父母啊却始终没能出现和二郎见上一面。不过邦古却是把二郎犯错的责任啊都揽到了自己的身上，前一秒还在嘴硬的二郎也露出了于心不忍的表情。要我说啊，你们两个才比较像父子啊。这里邦古还提到啊，当初二郎刚从战场逃离出来的时候，就跑到了只有师徒2人才知道的秘密地点修行。当然二郎才不会承认这种心有灵犀的温柔说辞呢，他表示自己是因为之前被打败之后啊，通过怪人化学来的武功也全废了，自己只不过想找个地方加速修行，重回巅峰罢了。根据二郎后来的说辞啊，他的能力应该是回档到了191话，也就是完全怪人化之前的水准。即使是这样啊，二郎现在的战力在 S 级里面应该也是不俗的存在。之后二郎问起鼻涕熊最近怎么样了，人家鼻涕熊啊早就找回了自信，现在他就算被同学欺负啊也不再会退缩。看来啊，他是要以二郎为偶像啊，成为一个永不服输的英雄呢。当然鼻涕熊之前和富二代一同经历过生死险境啊，现在他们两个也是铁哥们的关系了。其他的小伙伴经过一番审时度势之后啊，多少也对鼻涕熊有了点崇拜感。得知了自己的小迷弟现在混得不错啊，二郎也是欣慰的自我鼓励道：太好了，鼻涕熊，我们一起加油吧，我们都有着光明的未来。我操，不行了，我都要哭出来了，实在是太温柔了。而另一头英雄协会这边呢，邦古已经提交了辞职信啊，准备退休了。雷射眼还搁那儿纳闷了，邦古这一退休，英雄协会的战力那还不大打折扣啊？但是白发成龙表示，邦古以后啊会给我们推荐一个银色獠牙2代目的。雷射眼做梦也想不到啊，这个未来的银色獠牙其实就是二郎啊。虽然之后二郎的加入必定会遭到其他英雄的反对啊，但是为了预防人类灭亡的大预言的到来，新鲜而强大的战力那是必不可少的。英雄协会现在必须为了大局做考虑啊。接着我们说回二郎这边，邦古为了和徒弟减少代沟啊，也是煞费苦心了。他还主动和二郎聊起了恋爱的话题。没想到二郎也不是个纯种的武痴啊，一说到这种青涩的话题啊，也是烧得手脚不听使唤。最后他说啊，自己还是挺喜欢那个野兽战队里的黄狗美眉的。这里说的野兽战队呢，原型其实是著名的特摄片啊，超级战队系列里面的百兽战队。就算你没有看过这个片子啊，那估计小时候也玩过其主题下的小游戏吧。漫画里二郎喜欢的这个小姐姐啊，是因为她长得很像自己的母亲，并且呢还比母亲多了一份温柔的属性。我操，二郎没看出来呀，你还有恋母情节是吧？我强烈建议啊，那可爱想老师 C101 就直接出个二郎的本子好吧。最后呢，二郎和邦古啊也是因为这个话题有说有笑的聊了起来。不知不觉中啊，他们也像是一对普通的父子，渐渐融入了嘈杂的人群中。当然故事的最后还少不了我们的主角奇遇老师。
他此时正和杰诺斯于自己家的废墟当中开展赶海行动啊！要是能挖到个什么称王之类的，今天晚上就能饱餐一顿了。不过两人现在身边连个家用电器都不剩了，多少还是沾点苦中作乐啊！最后伴随着一个疑似波奇的身影在暗中观察着齐月，饿狼篇的故事啊也终于迎来了完结。之后呢，春田表示他会向半圆致敬啊。那么一拳超人之后的故事又将会怎样发展呢？